用这个手腕带，第一次运动之后呢，真的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，觉得我手腕终于被释放出来了，而且再也不会左右手用力不一致的了。关于 Switch 搭配 Joy-Con 的游戏啊 ，Just Dance 啊，还有 Zumba 的健身拳击2。嗨，我是乔可，今天是要来分享 Switch Joy-Con 的手腕带值得买吗？我是从去年5月左右买到 Switch 的啦。那时候呢，就有人推荐我说 Just Dance 很好玩，没想到一玩就迷上了呢。直到前阵子我才想起来说，原来我自己以前啊也有迷过跳舞游戏呢，难怪会这么喜欢 Just Dance。就这样 Just Dance 运动呢也有快1年多啦。当然这不是我主要的运动啊，因为我觉得啊它的那个运动量实在太少了，但还是很好玩哦。我是很认真的跟着它的动作一起跳舞呢，不是只有手腕动哦。关于 Switch 搭配 Joy-Con 的游戏啊，我大概呢1星期会玩到3到4次呢。像是刚才提到的 Just Dance 啊，还有 Zumba， 还有最近才买的健身拳击2，每次大概运动30分钟左右呢，就这样已经持续了1年多哟。虽然运动了这么久了，但是最近才想到要买这个手腕带呢，或者说呢是因为最近啊才发现有这个手腕带的存在的。以 Joy-Con 的游戏来说啊，通常是这样抓着搭配这个腕绳来运动的呢。因为它这个是原本就附有的配备呢，这条绳子，也是很蠢的，玩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里可以卡。它这个是来扣紧 Joy-Con 跟这个绳子本身的。但这样运动这么久，我真的觉得这样抓着 Joy-Con 真的超累的耶。但是我也想不到什么其他的方式呢。其实也是最近才发现说，为什么好像我的右手总是不知不觉的特别用力的，然后是左手跟右手在跳舞，但是呢右手的舞步呢总是特别的用力这样甩。可是左手如果是这样打的话，就比较轻一点了。应该是不自觉的想要打在节拍上，所以想说是不是要这样打大一点，它才感应得到呢？当然这是错误示范啦，也是很迟钝的，最近才想到啦。明明已经运动了快1年多，最近才想到这件事情。运动完之后啊，也总是觉得好像右边比较酸痛的，也不太确定是因为平常自己姿势不良还是怎么样的，为什么只有右边比较酸痛呢？当然这可能只是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协调的关系，说不定啊你们用 Joy-Con 也运动得很好哦。我去网络上啊找到了这组手腕带，这样啊一组是450哦，当然也有看到其他比较便宜的牌子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找看。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啊，真的觉得惊为天人耶，手腕的压力终于释放了，我终于不用再紧紧的握着那个 Joy-Con 了，而且啊跳舞可以更自在的专心在舞步上了呢。左右手终于出力比较均衡了。以 Just Dance 来说啊，用这个绳子跟这手腕带的分数啊，跳起来是一样的哟。我觉得它的那个感应比较佛心，然后轻轻挥动就可以抓到了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我以前呢一直以为 Just Dance 是一个过度专注右手的游戏，虽然现在确实也是一样啊，都是右手的舞步比较多，但是呢跳完之后啊，发现左右手都一样轻松呢，终于不会有右手特别用力的困扰了。有些歌啊，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跳到5星或者 Super Star 哦。如果是以Zumba来说的话呢，Zumba是我最近很喜欢的那个运动呢，因为它的运动强度很够哦。不过呢，小缺点就是呢，它的感应真的很难感应哎，每次分数都好低哦，我实在是猜不透呢。不管是用这个腕绳，或者是用这个腕带，我的分数都差不多烂的。所以呢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比较说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所以分数这么低呢？所以我现在运动Zumba也没有太在意分数啦，重点是可以让我持续运动最重要了。至于跳得好不好呢，就随便啦，至少有那个运动量。Zumba算是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呢，它是算是，而且它的舞步啊，算是左右手都很均衡哦，所以用这个手腕带之后，真的差很多呢。你就不会觉得只有手腕在用力了，现在觉得手臂也会正确的出去动呢，有些动作啊。以最近才买的健身拳击2来说呢，我觉得真的有差耶，使用之后真的有在打拳的感觉哦。运动完之后啊，手臂会因为运动而酸痛呢，表示可能有真的认真用到手臂吧。有一次我想说用这个绳子试玩看看健身拳击2，我运动了30分钟，觉得运动强度差太多了，就变得好像都是手腕在动手臂都没什么酸的感觉。而且那天啊，运动强度觉得弱好多哦。到分数啊，健身拳击2呢，用绳子跟
这个腕带它的分数是差不多的哟。不过我现在只有用指拳跟勾拳而已啦。如果你也想要买这个腕带的话呢，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手腕的宽度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才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这个好长哦。这个手腕带我自己还把它缝起来呢，缩短一点。神奇的是呢，这个左手版本居然长度刚好呢，感觉左右边有点不太一样。所以大家在挑选手腕带的时候呢，可能也要注意这个手腕的长度哦，尤其是女生如果手比较细的话，不然就是像我一样自己绑短啊。以结论来说呢，我觉得手腕带真的很好用啊，而且可以帮助手腕在运动上比较不会受伤哦，在跳舞和拳击上更有那个沉浸在运动中的感觉呢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给大家斟酌自己的状况哦。运动前和运动后还是要注意伸展，才比较不容易受伤哦。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影片按个赞哦，点击张贴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呢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拜拜。